Hello，大家好，我是小懒。前几天香港那边出了个新闻，看着让人挺来气的。事情是这样子的：2025年的6月26号，有个叫杜启华的小子，大家可能还有印象。这个人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当年这个香港是乱得一塌糊涂的时候，这个小子可是干了一件特别缺德的事儿，他竟然把一个香港警察的手指给咬断了。就是这么一个穷凶极恶的家伙现在竟然跑到法院去闹腾，非要这个惩教署放他去英国留学。他还说啥都愿意配合，只要能放他走。哎，你说说对于这种人，惩教署还能心慈手软吗？咱们把这个时间倒回到2019年的7月14号，那天在这个香港沙田新城市广场有一场集会游行，结果那个场面叫一个混乱有些人聚在一起，那个气氛紧张的要命你猜怎么着？有人竟然在短时间里有预谋的发头盔、眼罩这些装备，还撬路边的砖头，收集铁棍什么其他能当成武器的东西，甚至连附近的铁栏杆都给拆了，然后用这些东西去堵路。那天这个警察去清场，跟那些闹事就杠上了。杜启华这小子当时是香港大学刚毕业的，他也掺和在里面，而且干的那个事叫一个混蛋。冲突的时候这小子竟然把一个警长的右手无名指给咬断了。哎，你想想这得多狠的心这个警察的手指头断了还得去做断指再植手术。结果直接病假都休到2020年的8月底。这还不算完他还拿着伞去打警察，把另外一个高级警司的胳膊也给打骨折了，也是右手无名指。病假休到了2019年的8月5号。这事情发生后，这个香港警察那叫一个雷厉风行，几次警告没用，就直接采取行动把那些闹事人给抓了，一共抓了47个人，有男有女。这个杜启华也因为他这一系列的暴力行为被扣上了好几顶帽子。这公众地方扰乱秩序、袭警、对他人身体造成严重伤害，还有意图伤人，一共是4条罪名。后来开庭审判，到了这个2021年的2月24号，这个香港区域法院的法官陈仲恒拍板了，杜启华的这4条罪名全部成立。这法官当时就说，先把他关起来，等3月12号听他的律师求情，3月15号就宣判。那宣判的时候呢，这个陈法官可是把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要说这公众地方扰乱秩序这法官就说了，这杜启华在商场里头那伞扔下去明摆着就是想拱火，想让别人去搞警察，还想把整个社会给搅乱了。这可不是小事比一般的闹事严重多了，直接判了他7个月没毛病。再说说这袭警和故意伤人法官可说那2个警察当时是正儿八经在上班呢，之前跟这个小子也没啥过节，他呢就因为人家穿了身警服就上去动手动脚。更可气的是这小子死不认账一点悔意都没有，还敢袭警，这罪名可就更大了。所以袭警判了2半月，故意伤人判了16个月，一点都不冤。那最狠的还得说这个意图伤人。这法官说了，虽然不是他主动把人家手指头咬断的是人家手指头不小心伸到他嘴里了，但他那一口咬下去也太狠了那可是手指头直接就咬断了想想都疼这伤害程度这后遗症比一般的伤人案子可严重多了。所以判他4年零5个月，没得说。最后这个法官也考虑了要是这几条罪名都分开算加起来时间太长了，怕这个小子以后没法做人，所以就想着前3条罪名一起算，但留了13个月跟那个意图伤人的4年零5个月分开执行。那这么一算这小子总共得在里头蹲个5年零6个月，好好反省反省。结果呢，到了这个2023年的3月16号他上诉也没用，法院还是维持了原判。到了2024年底杜启华总算是刑满出狱了，但是他可不算是完全自由，他还得遵守惩教署的监管令，监管22个月。结果到了2025年初这小子竟然收到了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本来是打算9月份去英国读这个法律课程的。按理说这是好事吧，但是这个惩教署的监管个案复检委员会在今年4月1号直接拒绝他离港去香港留学的申请。惩教署给的理由那叫一个充分。虽然这个杜启华在出狱后确实是没有违反监管令，但是他没有真正的对自己的罪行表示后悔和反思，根本就没有完全改过自新，也没有彻底去激进化。惩教署担心，要是让这个杜启华去了英国，说不定又会变成激进分子，或者又去干那些非法和暴力的事情，甚至会损害国家的安全利益。
而且啊，这个杜启华他有 BNO 签证，这玩意儿能让他以5+1的方式移民英国，这样就能逃避惩教署的监管了。万一他违反了监管令啊，这惩教署觉得英国那边也不会配合把他送回香港。杜启华呢，当然不乐意了。他说监委会的质疑根本就没道理，说啥难以监控他在英国的情况，那简直就是幻想。他还说他都提出愿意遵守额外的监管条件了，比如提供航班信息，每30天通过视频跟监管人员见一次面。还有在2026年8月31号之前至少回香港一次。所以在这个6月26号这个小子就又跑去高等法院申请司法复核了。还说这个英国的课程9月就要开始了，希望这个法院能早点听他陈述。其实这种想借着学习、借着生病的名义偷偷溜到国外的乱港分子这以前可不是没有先例啊。就比如那个乱港女周婷，2023年7月，她就借着去加拿大读书的理由骗过了警察，结果跑出去以后竟然公然赖账，不回香港报到了。还有同年的这个钟汉林，他也是刑满出狱后，在这个监管期间这小子呢老是说自己生病了，想趁着圣诞节去冲绳旅游调整病情。惩教署当时也同意了他的申请，结果呢他一到日本立马就变脸了，直接就坐飞机到伦敦溜达了。而且还在海外社交媒体上高调宣布自己也跑到英国了，这不就是明摆着挑衅香港惩教署吗？所以大家都看到了吧，这些乱港分子玩的都是老套路了，香港惩教署还能再上当吗？大家觉得这个香港政府该不该放这个咬断警察手指的乱港分子去英国读大学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哦，聊聊你们的想法。我是小懒，我们下次再见。